他们拿中产阶级的这样的概念来取代传统的这个阶级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把阶级概念给去政治化，用纯粹的收入流量概念来掩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使是对于美国本身，金融资本需要的也只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和传媒的洗脑工具。那么美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大家好，欢迎来到泛神论，我是范永鹏。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第4大类的概念，就是被西方话语所有意掩盖的概念。有句老话呀，叫语无声处听惊雷。我们有时候观察西方不使用什么概念，回避什么概念，往往和研究它使用什么概念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一类概念是西方话语所不喜欢使用，或者仅在特定条件和前提下使用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概念的地位也都不相同，但是总体上，资本的力量是试图限制、掩盖，并且使人们遗忘它们的。这一类概念包括像国家、规模、阶级、主权、共同体、秩序等等。我们先来看国家这个概念。国家概念在资本主义早期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期，那个时候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它仰赖国家暴力的支持。民族国家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就是借这个概念来解构，比如东欧的那些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和清朝的这种天朝上国，这种传统的国家观念。直到今天，西方仍然在试图利用像新清史、蒙元史、内亚史这样的所谓的学术创新，来解构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历史叙事。但是国内有很多学者呢，盲目地跟随这些噱头，奉为圭臬。其实谁掌握了国家的定义权，谁就掌握了正义、进步和道德的定义权。西方的话语霸权离不开西方对国家概念的定义权。后来随着西方的崛起和殖民体系的扩张，这个国家概念逐渐受到冷落。究其原因呢，既是由于资本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国家，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已经成功地俘获了权力，在世界上也已经实现了资本的制度化控制和文化控制。同时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阶级性的分析入木三分，资产阶级很难在理论上加以反驳或者偷换，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某种回避策略。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概念本身的定义也过于狭窄。现代西方人对国家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这个短短几百年的这个强大的历程，让他们已经忘了世界历史的多样性。这个他们过于短暂的历史，也让他们非常孤陋寡闻。用我们话讲叫没吃过没见过。所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其实是很难涵盖国家这种政治现象的，所以这也不利于他们建构关于现代世界的一个整全性的知识体系。总之呢，国家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逐渐地退出了中心舞台，特别是2战后，随着这个行为科学的兴起，西方社会科学开始系统性的解构和隐藏国家这样一个概念。比如像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纷纷地使用一些看起来更加科学、更中立的词来指国家，比如他们会用政治系统、政治过程、集体行动、行为体、多头政体、多元主义等等这些概念来取代国家这个概念的全部或者部分含义，甚至在很多著作里边根本就不愿意提起国家这个词。然后有时候在不得不谈及国家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系列的办法来回避和解构，比如他们有时候对国家实施降维打击，致力于建构一种中立性、功能性、价值无涉的国家观念，把国家给降到一个纯粹功能性的层次，或者是把国家分解转化成具体而微的政府、政党、地方政府或者社区等等组织，就是不提国家本身。他们有时候以治理这样的概念来消解国家和政府作为合法权力来源的唯一性。比如西方学者讲到治理 governance 这样的词的时候，他们背后默认的一个前提就是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就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它隐含的目的就是要去国家化，强调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他们有时候以公民社会，就是所谓的 civil society 这样的概念，来把国家给变成一个社会和国家二元对立里的一端，然后让国家处于一种需要被警惕、被审判的状态。比如把国家给视为对社会进行掠夺和汲取的一种主体。他们有时候用法治这样的概念来消除国家的政治性内涵。
这个法治和宪政这样的词，它包含的意思就是要对政府和国家权力进行约束，所以它背后就是把国家给描述成一个罪恶之源，就像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常讲的，国家是必要的恶。所以呢，法和程序就变成了正义的化身，但是他们绝口不提法是谁的法，程序是谁的程序。中国法学界在这方面也没有少受忽悠，比如像我们有一本这个宪法学的教材啊，大家打开这个宪政这一章，开头讲就是什么是宪政，它给出的定义就是依宪法治理国家就是宪政。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中国也是依宪法治理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规定共产党的领导，规定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很多法学公知他为什么不认为中国是宪政呢？为什么还天天想着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宪政呢？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有资产阶级的宪法，只有基于资产阶级所设定的，并且对他们有利的程序正义的宪法制度，才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能够否决多数意志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力量可以压倒控制国家力量，可以压倒人民的时候，才称之为宪政。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教材，它不讲是谁的宪法，谁统治谁的问题，只是抽象的形式的来讲依宪法治理国家就是宪政，这怎么可能讲清楚这些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呢？与政治学不约而同，西方经济学也构建出了这个某种反国家的自由主义神话。他们崇尚市场和社会，反对政府干预，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另外，像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等，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有的学科片面突出认同、族裔、身份等等这些低政治概念，借以解构国家的阶级性等高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里，西方也大力塑造这种所谓的世界公民、普世价值这些反国家主义的价值观。虽然呢，从1970年代以后，经常有学者会呼吁要找回国家，要重新发现国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重新要引起对国家的问题的关注。政治学界也有一些学者重新提出所谓的国家能力这些命题，但是总体上，国家这个概念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体系中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从这个国家概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个概念，就是规模，因为国家必然是和规模相关的。我在很多文章和视频中都讲过，西方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小规模传统。现代美国、欧盟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实际上还都处于未完成状态，规模仍然是西方政治的一个重大挑战。因而呢，西方学界非常不愿意谈论规模。大家去各种数据库里边检索一下，我们可以看一看西方是多么不愿意在政治领域里边谈及规模。我们研究市场、研究公司、研究经济的，都知道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规模效应多么重要。但是很奇怪的是，反而是研究政治和国家的人，却对规模问题三缄其口。我很难讲这是无意的忽视还是有意的掩盖啊。但是客观上，西方政治学对如此重要的一个变量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我揣测它的原因，西方政体的传统都与小规模传统有密切关系，包括现代的这个选举制、代议制、联邦制等等，也都是为了解决小规模国家如何变成大规模的这样一个问题而发明的，并且这些制度迄今还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回应这个规模的挑战。所以呢，西方为了保持它话语的优势，它自然希望回避这些问题。正像这个台湾学者朱云汉教授所讲，他说，如果把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的体量考虑进去，那么西方政治学很多理论就破产了，因为他们的研究往往是把大象和老鼠一视同仁的放在一起来比较，似乎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和中国、印度真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国内不少学者也抱着这样的观念。下一个概念就是阶级。阶级也是西方话语特别不愿意触及的一个概念，因为阶级理论对资本主义是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所以它也遭到了系统性的屏蔽。西方社会学制造了大量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模糊概念，比如像阶层、像这个 stratification 社会分层等等这些概念，来回避阶级问题。同时呢，它会发明出一些比如像 middle class 像中产阶级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最早出现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收入统计类别的名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但是他们拿中产阶级的这样的概念来取代传统的这个阶级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把阶级概念给去政治化，用纯粹的收入流量概念来掩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我当时的一个硕士生，开题
我给他选的论文题目就是特朗普这个现象背后的阶级问题。结果在开题的时候呢，这个很多老师不同意。为什么？他们认为美国哪有阶级问题？美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最后我据理力争，但是从这儿就能看出来，我们国内学界对这个阶级问题的认识，其实也是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影响非常深。第4个概念就是共同体。共同体本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人类的群体总要结合成一定形式的共同体才可以生存。从经济上讲，共同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财产的共同拥有和使用。比如像我们今天熟悉的共产主义同治这样的概念，在西方语言中，它和共同体概念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和词源的联系。资本主义我们知道它始于英国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一个观念就是消灭传统的共同体的共有产权，确立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权制度。因而资本主义与共同体概念在本质上是有矛盾的。但是同时呢，当前西方的资本它仍然需要国家作为一个载体，比如像国际金融资本仍然需要美国的轰炸机，需要美国的军事机器来为它护航，所以它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受共同体的完全解体。因为这种矛盾心态，所以西方意识形态对共同体也是讳莫如深。但是二战后的资本统治的演进有2个阶段，这2个阶段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一阶段是始于二战结束之前的1944年，当时英美这些国家在美国开了一次会，叫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个会上确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的这样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度。这个布雷顿森林体制是倾向于贸易自由，它对金融自由有不少限制。那么第2个阶段是开始于1971年，就是从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开始，然后金融资本就开始走上了一个上升的轨道。到80年代又有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和金融自由化立法，这个寄生性的金融资本日渐摆脱作为宿主的国家，开始放飞自我。在国际上，全球化、资本流动、产业外移，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呢，金融资本也逐渐地抛弃了社会，虚拟资本的收益越来越跟这个社会多数成员无关，跟实际的生产过程无关，这就导致了西方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种族问题的爆发。所以在70年代之后的这个新自由主义阶段，金融资本越来越多的不需要去生产了，也不需要劳动力，不需要社会，最后也不需要国家了，它变成了一个全球流动的幽灵，也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共同体作为躯壳。即使是对于美国本身，金融资本需要的也只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和传媒的洗脑工具。所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以来的西方话语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去共同体化，甚至是反共同体化的趋势。第5个概念就是秩序。对于一个共同体而非一小撮金融资本家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秩序，而不是自由。因为秩序原本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一原则，一切价值都基于政治秩序的存在。但是呢，美国的金融统治集团，它为了自身的资本的利益，它在全球扩张或者所谓的民主推广中，处处去打破秩序，目的就是为了它能够自由流动，能够收割全球。因而它在意识形态话语上也在试图掩盖秩序的第一性。一直到西方国家自身开始遭到秩序和安全的困境的时候，才迫不得已有一些学者跳出来开始讨论秩序问题。比如像美国学者亨廷顿、福山，在过去这些年开始扭扭捏捏地讨论政治秩序。但是呢，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金融资本只会向着脱离生产，靠投机获利，靠制造危机和战争来收割世界财富，来剥削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剩余价值的这样一条不归路，一条道走到黑。那么美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所以美国的霸权之路也必然以美国自身政治秩序的崩溃或者坍缩为结局。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范永鹏。我与 B 站合作的课程《美国的诞生：制度的起源与本质》上线了。正如美国的名字被译为美字，美国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也被我们相当多的人当作一种理想政体。我做这门课的初衷就是想带大家客观地认识美国的制度，抛掉神话，回归常识理性。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来获取课程，